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回顾一下本周美股行情啊。目前美股行情已经出现三连阴，特别是在昨天美国公布利率之后啊，利好的消息下，美股再次出现下跌行情。那么这个世界总是相反的，利好落地之后容易出现下跌啊。利好的落地呢，证明多头方向上的利好已经完全出尽了，所以呢，行情出现了一段的下跌。那么今天晚上要关注的是美国要公布非农数据。这个非农数据的公布也会影响美股，容易出现大的波动。但行情走到这里面，虽然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有唐斯阴线的预期，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140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行情当中的一个进一步的支撑。这个支撑位大概是在32600点到33000点这个区间。同时，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出现了2次的平行结构。第一次平行结构呢是下跌的平行结构。那么在下跌的平行结构结束之后，我认为反弹行情也容易出现一个平行结构，最终呢，美股会形成一个收敛震荡的三角形结构。在未来的收敛震荡三角形结构的过程当中，会酝酿一个多头的趋势。所以呢，对于美股当前的结构来说，仍然是一个在高位震荡的一个节奏。在高位震荡节奏当中，要重点把握32700点169均线的这个压力，在这个位置上是非常容易出现反弹行情的。我们看前面这轮行情当中，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前呢，就处在144均线和169均线的这个区域上，所以呢，目前分析判断如果回落到32600点附近是有更大力度支撑的，所以呢，对于美股来说，多头趋势正在酝酿，正在进行的是震荡行情。对于比特币的日线结构上，我们看到已经同美股在事实上发生了背离再次发生背离。美股的下跌呢，并没有带动比特币的继续下跌，而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并且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结构上它的结构逐渐趋缓，下边线呢，我们可以画出来一个非常缓和的底边线，这个底边线呢，支撑位大概是在$28,000附近。同时呢，目前比特币主要围绕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做缠绕。缠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逐渐的看到它的结构呢是由收敛三角形向矩形结构，然后再从矩形结构向更窄的收敛三角形运行。在窄的收敛三角形结构当中，是酝酿多头行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底部的结构当中，红色线的这个波谷连线正在不断的上移，也为比特币的上行趋势提供了一定的保证。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都是多头向上的，因此呢，对于比特币来说，日线级别包括我们分析的周线级别都是一个多头趋势。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小线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过后，目前的价格处在周线级别169均线附近震荡所以呢，目前的多头趋势不变只是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在高位不断的震荡。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的趋势当中。日线级别打到140均线和169均线之后，走出悟空阴线、八节阴线、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以太坊和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下跌趋势。在这样的下跌趋势当中，以太坊不是很好的一个做多的标的。同时，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上来，回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一个大点的平台。在这样的一个下跌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4月19日走出了悟空阴线，然后走八节阴线。八节阴线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可以看作是八节阴线遇到的妖怪 K 线。那么在妖怪 K 线之后呢，我们认为会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出现。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相对于比特币是非常弱势的，并且它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所以呢，在1600附近，也就是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这个矩形结构当中的中心线位置，同时也是144均线和169均线合并处在的$1600，是一个多头可以埋伏狙击的点位。昨天呢，由于自己发烧高烧到38.4度所以没有更新但是回头来看，我们看到这轮行情次新币种，包括 AI 道指 People 这个 PEP 这个土狗币种出现了快速的上行动作。那么 AI 道指我们回头来分析这本轮行情它主要做的是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这轮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的
起点呢是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的这个近焦点区域上发动了上涨行情，做出了2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快速回落，并且在回落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2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收之后，1轮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做血色下杀。那它的下杀动作呢是非常凶猛的，最大跌幅达到62%，非常类似于之前我们分析的 CF 的行情。我们看到 CF 之前也出现了一个快速回落，回落幅度也是超过了60%。我们看一下 CF 的现货，这里是合约，合约没有显示更长时间的。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CF 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做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回调幅度也是62%。可以见到啊，62%的下跌幅度是很多山寨币可能会出现的一个下跌幅度。除此之外呢，还有50%的下跌幅度，50%到62%之后的下跌幅度呢，之间的下跌幅度呢，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抄底的一个跌幅啊。就特别是在上涨趋势过程当中，如果一个币种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它在调整幅度达到50%到62%之间的时候啊，是一个可以抄底的一个机会。那么 AI 道指呢，正表现出了这轮机会。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啊，2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做1轮4小时级别下跌，下跌幅度达到62%，62%下跌之后呢，快速反弹，那么它的最高反弹幅度达到66%啊。你看啊，跌了很多，但是反弹很少，但是反弹和下跌的百分比是一样的。啊，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回头去计算一下，去想一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同时呢 ，AI 道指目前处在的位置恰好是一个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支撑位附近，所以在反弹完成之后啊，做平行式下跌啊，这里的平行式下跌指的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平行式下跌，平行式上涨，平行式下跌，后面的行情当中，如果不跌破啊。0.0000很多个05507这个位置的话，依然容易出现继续上涨的趋势，因为本身对于这种土狗币来说啊，它有非常多的上涨理由。比如说，我们知道 AI 道指它有通缩，目前已经通缩将近7%，每笔交易有1%作为燃烧啊。那么通缩之后呢，它币数总量减少，但是它热度不减的情况下，虽然有巨幅的波动啊，大基金出逃之后巨幅的波动，但是依然有推动它上行的一个理由。只要它不没啊，就有一个上涨的动能。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 PEP 是本轮行情当中上涨最迅猛的币种。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经历了3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同时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啊，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已经出现。那么对于 PEP 来说，虽然目前非常强势，但是这个位置在高位附近是一个可以布局空单的一个机会。那么怎么样布局空单呢？有2个时间点是可以布局空单的，一个是早8点，一个是晚上24点啊，这2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啊。早8点是很多平台做收开盘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晚上24点也是很多平台做收开盘的一个时间点。这2个时间点呢，布局空单然后在设置止损的条件下布局空单非常容易获利。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 PP 做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它就符合了我们 K 线吸收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特点。那么如果这轮PEP 做出回调动作的话，我相信它的调整幅度不会弱于 AI 道指之前的一个下跌。我们看到 AI 道指是62%的下跌，那 PEP 我认为它的如果遭一轮调整的话，它的最小调整幅度是30%到50%。同时可以重点关注的是 IN 勾本轮行情 IN 勾涨幅达到7倍巨大涨幅之后，目前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撑位，目前 IN 勾处在这个支撑位附近做运动所以呢 IN 勾可以布局一些现货，同时止损设置在7.3美金附近这个144均线和169均线，特别是169均线非常不容易跌破。我们观察的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所以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反弹和上涨行情。对于 IN 勾来说，它是一个多头的趋势。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前面一轮行情出现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然后做对称性的日线级别调整，调整过后呢，它主要围绕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筹码空缺，做出了一轮回补动作。再次下跌之后，上方容易出现第2轮回补，回补完成之后容易出现收敛三角形，然后在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附近发生突破。目前 IN 勾是一个多头趋势，回踩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是多头再次发生启动的一个机会。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闲鱼水平 K 线息优战法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依据。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息优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